定时获取 X 上的内容，使用 DeepSeek 翻译并分析情绪、格式化数据，最后写入谷歌表格。跟我一起使用免费的 N8N， 轻松实现这个自动化工作流。欢迎来到凤凰 AI 七色，我是季奇。本期视频所用到的所有资源，我都会放到视频评论区。对 N8N 还不太了解的小伙伴们，请稍后在评论区找到相关视频观看。闲言少叙，马上开始今天的分享。像往常一样，登录进入 N8N 的工作台，创建 X 阅读助手工作流，创建第一个节点，搜索 Current， 选择 Schedule Trigger 定时触发器，频率设置为每小时执行一次。回到画布，增加 X 内容获取节点，搜索 X， 点击这个，然后选择搜索推特内容。如果你还没有 X 的链接凭证，请点击这里创建。在创建窗口中，点击这里复制网址，进入 X 开发者平台，点击应用后边的设置按钮，进行用户认证设置，选择所有的权限以及应用类型，把刚才从 N8N 复制过来的 URL 粘贴到这里。下边这个必须填写的网站地址，咱们也填上 N8N 的地址，点击保存，然后把弹出的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分别复制到 N8N 对应的输入框中，点击保存。先别着急关闭，点击下边的链接账号按钮，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你的 X 账号和密码，登录，授权，直到看到这个成功的消息之后，就可以关闭这两个窗口了。资源选择推的，操作选择设置，搜索项目咱们就输入莫名其妙就火起来的 Manus， 看看 X 上有什么评价。另外的表示从 X 上获取多少条数据，数值范围是10到100。我们输入最小值10，点击测试看一下效果。搜索出来的内容有日语还有英文，这谁看得懂啊？不过别着急，我们将在下一步使用 DeepSeek 对这些内容进行汉化处理。返回到 N8N 画布，增加 AI Agent 节点，选择 TwiceNG 的自定义 Prompt， 在 Text 内容这里将上一步的输出拖动到这里，打开这个开关，增加系统消息。这里定义了 AI 的角色设定，以及使用一个例子，让 AI 根据例子来返回特定的内容格式。这里我定义了一个 JSON 格式，不熟悉 JSON 格式的小伙伴们，多看一眼这个内容就可以，非常简单又非常有用。稍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会用到 JSON 数据。然后回到画布，为 AI Engine 注入灵魂，增加 AI 模型，我们选择 DeepSeek。还没有 DeepSeek 连接凭证的小伙伴们，点击这里创建凭证，然后去 DeepSeek 开放平台申请一个密钥，粘贴到这里就行了。保存凭证，关闭窗口。再次回到画布，双击 AI Engine 节点。咱们先测试一把，稍等片刻，经过 DeepSeek 翻译评价的内容将会在这里呈现。这是原始内容，这是经过翻译之后的内容，这是 AI 对这条推特内容做出的情绪评价。到这里为止，一切都很完美。为了查看起来更加方便，下一步我们将会把这些内容写入到谷歌的电子表格中。回到画布，在写入到谷歌电子表格之前，我们需要对 AI Engine 的返回的数据做格式化处理。这里会用到 N8N 的 Core 节点，这个节点能够让我们使用程序对数据做格式化处理。不要慌，更不要怕。虽然要使用代码，但是也不需要我们亲自动手去写。虽然我们在之前一步定义了 AI Agent 必须返回 JSON 格式， AI Agent 也很听话的返回了要求的格式，但是我们还不能直接使用，需要把它处理一下。理论上我们需要在这里自己写代码来处理的。然而 N8N 提供了 AI 功能，让并不熟悉代码的我们如虎添翼。点击 Ask AI， 要求 AI 写一段代码，把上一步输出的一堆文字格式化成 JSON 数据对象，然后点击生成代码。代码生成完毕，测试一下，每一条数据都完美的格式化成了 JSON 对象，这样在接下来的应用中就会非常方便了。回到画布，在工作流上增加一个谷歌电子表格节点，操作选择增加数据。第一步当然是创建一个谷歌文档的连接凭证，点击创建凭证，使用谷歌登录创建，选择一个合适的权限即可。光有权限还不行，还需要创建一个表格。打开谷歌 Docs， 创建一个在线表格，并把各列的表头和 sheet 的名字设置好之后，回到 N8N 配置页面，
资源选择表格文档，操作选择增加数据。文档这里选择 by URL， 然后把谷歌 Sheets 的网址复制粘贴到这里。之后 Sheet 这里选择我们刚刚命名的 Sheet 名字。这个选项保持默认，下边这部分就很好理解了。这些中文是我们刚才创建谷歌 Sheets 的时候设置的各个列的表头，把左侧对应的内容拖放到这里就行了。点击测试，当前节点测试成功，所有的数据都写入到了谷歌 Sheets 数据表中。回到 N8N 工作台做一次整体测试吧。点击这个按钮启动工作流测试，测试按钮启动触爬器。X 节点从 X 接口上获取到10条相关内容，然后交给 AI 代理。AI 代理启动 DeepSeek， 对每一条内容进行翻译和分析。10条内容全部完成之后，将返回的数据交给 CUDA 节点进行数据格式化。数据格式化之后 ，N8N 调用谷歌 Sheets 凭证，将数据按照我们的设置写入到数据表中。从抓回的数据结果来看 ，Manus 的整体评价大部分是积极肯定的，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是过度营销的结果。至于 Manu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器，七七一直没有拿到邀请码，所以暂时没有什么好说。不过隐隐的有一些不祥之感。今天这个案例只是为了抛砖引玉，让各位小伙伴们多了解一下 N8N 的能力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把工作流中的推特换成微博、抖音或者其他数据源接口，打造一个更加实用的工作流。毕竟拖拖拽拽，再加上 AI 加持协助，做一个自动化的 N8N 工作流实在是太简单了。本期内容分享结束。如果你也对 N8N 这个免费开源的工作流项目感兴趣，不妨订阅关注这个频道，以后我们一起学习讨论。记得给七七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